壊れそうなほど強く抱きしめ合えたらこの胸の中のときめき忘れられない影片开始之前，请先帮我点个赞啦！看完影片有喜欢可以帮我订阅、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还有，帮我动动手指，在留言处往左滑，热推一下我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双人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年12月最后一飞，我跟木易阳决定展开9州探索之旅。虽然之前我们已经去过福冈，但这一次我们希望解锁更多9州不同的城市。所以这一次我们就飞往熊本，展开5天4夜的9州自由行。熊本机场算是小机场，如果是要搭乘计程车或是巴士的，一出海关马上就会看到交通转乘的资讯。出海关的右手边就会看到 Seven， 需要先补给一下能量的可以先逛一下。往左手边走就是美食街以及通往租车公司柜台的区域。因为我们那一天是接近中午抵达熊本，我们就先在美食街稍微吃个东西，再出发租车。美食街选择不多，有米克夏，也有熊本吃马肉很有名的煎奶屋，但我们最后选择冲绳很有名的 Potama。你一定会想说，来熊本还吃冲绳的东西，这你就错了。Potama 有熊本限定的口味，这可是在冲绳吃不到的。毕竟当时我们在冲绳真的很爱这个饭团，肯定是要来吃一下熊本限定口味的吧。我们这一次就点了黑蒜油烤鸡以及赤牛牛排口味2种。黑蒜油的味道算是清淡，微微的蒜香搭配上很嫩口的鸡肉，也跟午餐肉跟煎蛋搭配的非常好，整体口味是清爽，不是太重口味的。赤牛牛排非常厚切，也因为是很厚实，一口咬下是肉感十足，是比较有嚼劲的肉，整体调味咸味比较高一点，但还是蛮好吃的。吃完之后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户外区，穿过这个团体巴士候车亭，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租车公司柜台的地方。之后我也会做一集特别分享这一次在熊本的租车流程以及一些注意事项。租到车之后，我们就要正式展开阿苏的旅程啦。刚开车没几分钟，我真的就先被眼前这一片美景惊艳到。望过去，山景跟天空直接连成一线。我们真的很幸运，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都是边开边惊呼，真的好美。阿苏的第一站，我们来到阿苏路。一走进店里就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日式乡土风情。他们有中文菜单，要额外跟店员索取。他们家的招牌菜就是高菜饭。听说是店主的祖母从小做给孩子吃的料理，也忠实的还原小时候最难以忘怀的口味。除此之外，这家店另一大特色就是马肉刺身，也是几乎每桌必点的料理。还有汤品料理，想不到有面疙瘩汤吧？这肯定要点来吃吃看。中文菜单上的价格是旧的，建议还是对照一下日文菜单哦。另外，日文菜单还有一些其他料理，像是关东煮。这里的关东煮很特别，是直接自己夹想要的料，当然不是吃到饱啦，它一串是160日元，相当于一串台币33块左右，我觉得蛮便宜的。关东煮采用海带跟柴鱼高汤炖煮，在夹的时候就可以闻到很香的味道。我们这次就夹了萝卜、福袋、马筋来吃吃看，这3样也是他们的招牌。说到日本的关东煮，萝卜绝对是必点，吃起来就是很甜很好吃。沾一点点芥末，可以多一点辣辣呛呛的味道，也蛮不错的。马筋也是非常特别，半透明的胶质非常 Q 弹，内部柔软多汁，吃起来跟牛筋有一点类似，但是胶质感再松软一点。这个福袋也是很令我惊艳，外层的豆皮吸附了高汤，甜中带咸的风味，搭配上中间丝滑带脆口的山药，真的是我没有吃过的福袋。紧接着是马肉刺身，新鲜的马肉切成薄片，油脂分布均匀，看起来就很美味。入口时有着丝滑柔韧的质地，同时还有带一丝坚韧的口感。马肉的天然甜味跟细腻的肉香在口中逐渐散开，
搭配酱油跟姜末一起吃，让马肉刺身的风味多了不同的层次，真的蛮好吃的。招牌高菜饭定食，定食有高菜饭、面疙瘩汤、豆渣、炖内脏以及自制泡菜。高菜饭是将阿苏特产阿苏高菜腌菜切碎，用油煎炸，调味过后跟白米混合而成，每一口都可以吃得到腌菜的咸味，跟米饭搭配的非常刚好。面疙瘩汤汤头是用海带、沙丁鱼干、金鱼等熬制而成，小小的一碗有面疙瘩、大白菜、茄子、红萝卜、香菇等蔬菜，真的是非常精华的一碗，很好喝。猪肠味噌煮也是他们很有特色的料理。猪肠吃起来很 Q 弹，也没有任何异味，但确实是比较咸口一点，要搭配饭一起吃。我有被这个高丽菜饭给惊艳到，这个高丽菜饭蛮深得我心，因为我就是喜欢吃很有味道的饭，然后它每一口都会有那个很像咸菜的那个咸香，每一口都蛮有味道的，我觉得是蛮不错。它把它拌得很均匀。第二个令我惊艳的是这个面疙瘩汤，我好喜欢，我觉得很家常的味道，很像妈妈会煮出来的，然后就是很浓的汤，然后有面疙瘩，很有杂质。我自己很喜欢这一碗。我是喜欢它的汤，但因为我本人没有那么爱面疙瘩，但我喜欢这种浓稠的汤，是好喝的。另外马肉刺身，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吃马肉，我们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它的肉质的感觉跟牛肉蛮像的，可是多了一个甜甜的味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酱油的关系，是新鲜的，因为真的是很冰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味道也不会有那种什么很奇怪的腥臭味或是什么的，对，因为它整体看起来是新鲜的，不会有点像那个肉冰太久它老酱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关东煮可以点一些来吃看，因为关东煮其实算蛮便宜的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家常，你可以吃到一些好像蛮在地一点的料理，然后很有妈妈的味道的料理，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觉得蛮值得推荐来吃。吃饱之后，我们就要一路往阿苏山上前进喽，准备来阿苏的第一个景点。草千里之滨标高1140公尺，是一片大约在距今3万年前形成的双层火山口遗迹。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有马群在静静的埋头吃草，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其实这一片看起来非常天然的草原景色是透过每年的烧荒活动来维持的，可以说草千里之滨是人类与大自然携手合作的杰作。草千里旁边还有一个可以继续往上爬的地方，由上往下俯瞰的景色才是真正的震撼。可以眺望到阿苏火山交错绵延的景色，还可以看得到火山的烟，一眼望去仿佛无边无际。行走在这片宽阔的草原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身心都能得到彻底的放松与愉悦。除了一片的草原景色，停车场附近有阿苏火山博物馆、餐厅以及土产商品店。最右边这家是我觉得最好逛的一间，一进来可以先看到草千里咖啡陪监所。除了可以内用喝杯咖啡之外，也有他们自制很可爱的马克杯以及咖啡豆都可以选购。旁边就是一间很大间的土产店，各式各样的名产选择真的超多。当然来到熊本不能错过印有熊本熊的土产，或是各种熊本熊的可爱周边，这里也有非常多商品，可以花一点时间慢慢逛一下。继续往左边走，这一间我觉得就比较无聊，里面有印度料理以及种类比较没有这么多元的土产店，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可以直接跳过这家。再来这一间像小木屋的，里面贩售比较精致的土产，也有一些手做的商品，我觉得整体都是比较有质感的。旁边也有一间意式料理餐厅，也可以在这边用餐。最后旁边还有阿苏火山博物馆可以参观，可以了解阿苏的自然起源、演变过程。参观是需要费用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如果跟我们一样是自驾来到草千里，这里的停车场是要收费的，单次是500日元。缴费的方式就是在停车场找到精算机，输入车号之后选择付款方式，付完款就可以出场了。操作上跟台湾停车场很类似，不会太难。离开草千里之后，我们约莫开了半小时的车，来到第二个景点。上色见雄野座神社是我期待很久的景点之一，坐落于山林之中，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树木，给人一种宁静而神圣的感觉。登上这些石阶，最终会到达神社的主殿，
这里是供奉熊野大神的神社。熊野大神被认为是保护旅人跟平安的，因此有很多人会前来祈求保佑与祝福。这次刚好还遇到负责整理神社的老奶奶，还一步一步教我如何参拜，真的感受到很温馨、很被祝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可惜，我们这次来这里不是最美的时候，其实最期待的样子是这样下雪的景。好啦，这是我用特效弄的，真正的样子应该会更美才对哦。趁着天色还没变晚，我们一路往东边开，要到我们今天晚上下榻的汤布院，开了大约2个小时，真的是从白天开到天黑。今天的最后来分享一下我们下榻汤布院民宿荷花，是一间很像来去乡下住一晚的日本人家里。前面有一个停放汽车的地方，外面还有一个小庭院，可以在这边烤肉。内部空间非常大，民宿老板把客厅的空间直接改成房间，放了2张双人床，像我们这次只有2个人，真的睡起来有够舒服，1人1张。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房间，认真要睡至少还可以再睡4个人，真的是非常适合家庭或者几个朋友一起来住，会很有包栋的感觉。客厅旁边还有一个吧台区，可以坐在这边吃东西或喝酒，也非常适合。厕所区域有附洗衣机、烘衣机，如厕跟淋浴空间是个别分开的，但缺点就是只有1间而已。但如果是想要泡个汤，是有浴缸的哦。民宿老板还有另外送泡汤券，就在民宿正对面有家当地的澡堂，如果想认真泡汤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整体来说，这间民宿住起来是真的蛮舒服，空间很大也很温馨。唯一的缺点大概是隐私性的部分可能没这么好，客厅落地窗就是外面了。但我想日本的治安应该是不错的，应该不用太担心才对。下一集我们要来深入体验一下汤布院有什么好玩、好逛、好吃的美食，所以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拜、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我们下集见，拜拜。